福建要放生20只华南虎，我突然想到非洲老虎谷。先说非洲有老虎吗？还真有。最初2002年11月，有个叫权利的女的，同中国林业局合作，在南非购买了一块350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建立了华南虎训练基地老虎 Canyon， 并且还邀请了著名野生动物纪录片制作人约翰瓦提参与这个项目。但和约翰的合作好景不长，没几年约翰离开了项目，他在附近自己搞了一个老虎训练项目，取名 Tiger Canyon， 而华南虎那个叫做老虎 Canyon。华南虎老虎谷开局是相当的雄心壮志，有那么一段美好传说，但之后在经营的过程中破事不断。随着约翰的离开，失去技术支持，很快就由类似南非当地地主搞的那种狮子围场模式，沦落为国内的散放虎园模式。两者还是有差别的，就是半野生和半溜达的差别。尽管后续10年间繁育了共计20几只老虎，但整个项目依然算是比较失败的。有传闻说，这些华南虎最终还是要回归中国，并安置在福建梅花山华南虎园。而最近华南虎园说要放生20只华南虎，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非洲老虎谷的那批吗？当然暂时还没有官方说明两者的关联，但不管是不是吧，我都要提醒一下，要本着一代野驯虎不放，要放就放没接触过人的野驯虎的下一代，才能保证人虎平安。再说约翰的老虎谷，故事太丰富，真相太残酷，是和印度班达加保护区一样恶虎辈出的地方。好家伙，是这批恶虎要来中国吗？肯定不是的。开头已经说了，是有2个老虎谷，即便是放生的华南虎和非洲老虎谷有关联，也不会和约翰的老虎谷有关联，品种都不一样。所以朋友们大可放心。至于大猫迷依旧比较关心的这批约翰老虎，大家也不必抱有颠覆性的期待，如他们会不会和狮子角逐草原之王之类的。事实上一开局他们就和狮子产生了交集，只是没有朝着狮虎争霸的方向发展。母老虎朱莉收养了一个狮子女儿萨凡娜，萨凡娜长大却没有离开她，还能帮着带娃，像狮子母女那样一辈子不分家，感觉是要活成狮子。当然这是个个例，萨凡娜最终被一起长大的义兄给谋杀，整个老虎谷的氛围又被拉回老虎的轨道，很像印度班达加，全是窝里横的角色。比如从2代开始，雄性为了领地争斗不断，甚至反杀1代雄虎。最凶残的莫过于雌性白虎 Tiber， 连杀自己的3个姐妹。或许正是发生了这些不好的事情，社会各界开始用生态的眼光审视这里，避免让这些老虎真正流入到当地生物链中。很多大猫迷都在谈南非老虎谷现状，现状就是大型围场一枚。近年出现过猎狗在附近徘徊，第3代老虎还见到了不好惹的狒狒，被赤裸裸地挑衅了一下，并和猎豹发生过几次追逐战。但很快管理方就建立起了大型隔离网，毕竟生态问题也是个大问题，老虎谷是要受到当地法律法规监管的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聊到这，再会。